薇薇姐，您来啦！抱歉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薇薇姐，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哦，没有，我们也随处逛了逛。凡是有钱的单身汉，总要娶一位太太，没想到会是你。我们老姜可不是什么达西先生。傲慢与偏见是我们薇薇姐最喜欢的小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熟悉啊！没有，完全不熟悉，我就只记得第一句话而已。我也是，佳巧，江太太可比你有趣多了。我实在是抱歉啊，陪孩子旅游，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，不过办得挺有格调的。谢谢。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这边请。这个我喜欢，蛮适合你的。薇薇姐，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全球首次展出。上海是首站。对呀，设计灵感来源于远古，有一位从森林里走出来的神秘女神，身披绿色的藤蔓，手握一把珍贵的宝石，向天空一撒，创造出了满天的繁星。这颗夜明珠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代表作。劳伦斯，你知道我一直想收藏一个顶级的帝王绿翡翠项链，和我的戒指搭成一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条就很赞啊，多适合呀！会不会显得我年纪更大呀？哎呦，哪有薇薇姐，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那你觉得这套合不合适吗？好看，店长，要不给我们薇薇姐试一试？当然可以，来帮您佩戴。江太太，我帮您试戴一下吧。是。太美了。好看。我哥跟银行打过招呼了，打什么招呼？非常喜欢。想买就买，没有限额的。非常适合你。大家都认为帝王绿是最贵的翡翠，其实帝王紫才是最稀缺的，而且紫色是最尊贵的颜色。这款项链是我家的镇店之宝，也是全球唯一一套。买呀！多少钱？这款项链的定价是120万，100人民币吗？不是，是120万美金。啊，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小姐回来啦？我哥呢？在楼上休息了。哎，小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热点吃的去。不饿，气都气饱了。啊，太太也回来了。小家小气，没见过世面。站那，站那儿！你把话说清楚。我们家就那么缺钱吗？你就非得在那个场合问价格是吗？那买东西问价格天经地义。我之前跟你介绍的那些，你根本没听进去。薇薇姐什么人啊？国际那些奢侈品商店，他们的 VIP 名单上哪个没有她的名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传说中很聪明吗？你这想不明白啊？薇薇姐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买东西还关心价格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有必要那么装吗？哥呀，你到底娶了个啥呀？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哎，老姜，
你们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买东西是不是都不看价格的？什么身份特殊？你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买个100多万的首饰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？100多万，是有点贵哦。有点，100多万，不是100多块，100万，还是美金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入场券。什么意思啊？这100多万呢，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大一笔钱。可是如果你当着徐薇薇的面儿，你就应该买。你不买呢，她会觉得你买不起。你买不起，就代表我买不起。可是我现在正在跟她老公谈投资，我买不起代表什么？代表我没这个实力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入场券。听不懂，你们这个入场券太贵了。你现在呀，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，你还代表了我。江太太，这里的演出，你也得参与呀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过2天徐薇薇过生日，你就带点有价值的门票过去。但是老姜，我脖子上戴一条那么贵的项链，我心理压力也很大，重的我动都不敢动一下，我感觉我颈椎都要增生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江太太啊！来，让我为你服务服务。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场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当是为了我，10点镜这边。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吧？还行吧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上周没回来，你爸不高兴了，记着哄哄他。上周没回家，老头不高兴了，这周末都得回家啊。唉，被迫社交，累毙。周末哪天，你俩先选，不准请假。哎呀，来吧，尝尝啊！你们总也没有时间回来，好容易回来一次，爸爸一高兴，对吧？随便做点家常菜。这还是随便做的，我还以为米其林大厨上咱们家来做了呢。最近真的很有长进啊，这厨艺，特别好吃。而且这排骨真不错，你也知道我们减肥，这糖放的真好。好像你们在外面这都饿着了，是吧？让你高兴呢，你还当真了，真是。你妈妈真气人，就是你。好吃，确实好吃。你看，确实好吃。爸，这家里没客人的时候，你那个就是拿手的什么糟鸡啊、醉虾呀、醉蟹呀，是不是也可以上上桌？同意。当然了，只要你们回来，天天有啊。我们今天回来就没有，看不见啊。我都没吃着过。哎呦，在哪里？蟹还没醉呢。还喝着呢。喝着呢。哎呀。爸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少跟那个老顾来往啊，聊什么聊？他就知道聊八卦，谁家八卦他都跟外面说。对，你看妈妈毛衣织得多好，你就多跟妈妈学织毛衣。爸爸学织毛衣吗？对啊，向周也那么说的，说织毛衣预防老年痴呆，还有一个它可以，那个叫什么，抑制多管闲事综合症。哎，这个特别重要。谁多管闲事？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常回来，是吧？爸爸妈妈看到你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，那我们就不会老年痴呆，知道吗？我妈肯定不会，妈妈没有这个担心。就爸爸得啊，不好说啊。并没傻瓜。老跟老顾聊天，那能行吗？思想都被禁锢了。谁手机？在响吗？哎，
先离桌子要洗碗啊。哎，这个建议好，是不是可以给我逮着？好，太好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刑侦支队的，我叫贾志强。请问你家保姆是叫张慧吗？啊，是啊。张慧现在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孩子跟你在一起吗？也没有。我们在追查一个嫌疑人，查到了你家保姆，我们怀疑他可能跟一起人口贩卖案有关。如果你有什么线索，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。好的。好，再见。多吃点这个，多吃点这个。这太好吃了，妈，我给你来个糖醋排骨，好吃。高平，你跟张姐在一起吗？你们是带着孩子试课的吗？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他也不接我电话。那个我不吃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什么事儿？那个保姆有点事儿，我回去看孩子。带着点吧。哎，高平不是在吗？说走就走了，没人洗碗呢。这怎么了？高平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跟孩子们在一起吗？你不是应该带他们去试课了吗？为什么你的车停在家楼下呢？老大，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一下。是这样，我们已经查看了你们家小区的监控，确认张慧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。张慧现在是失联状态。你不是跟我说是高平带着孩子们去试课了吗？对呀，应该是的。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。监控里面没有高平吗？没有发现。你来的路上，孩子去试课的地方，我们同事也去过了，没有见到孩子。警察同志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在他们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而且也都是家政公司介绍的，她怎么就会跟人贩子扯上关系呢？具体细节呢，牵扯到另一个案子，不能透露太多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现在呢，正在调查一起10几年前的人口贩卖案，嫌疑人已经被捕。从这个案子呢，牵扯出张慧，她和嫌疑人呢，曾经是关系比较密切的老乡。我们联系你呢，也就是对张慧的问询和排查。哦，那高平不会是让他们一块儿都给拐走了吧？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张慧是拐卖过人口还是没拐卖过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能下定论，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们正在排查沿路的天网，进行人脸识别，希望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们呢也不要太着急，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们呢再去看一看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人脸识别成功了，在虹桥那边的一个商场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啊，好，走，咱们跟着。我们在执行公务，你们过去不太方便。我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对不起，请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。那孩子们没事吧？具体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，我们得先过去看一下。那个警察同志，你要是沟通的话，就跟姐姐沟通啊。弟弟比较胆小。好，你放心。谢谢啊。没事啊，肯定没事。
放松点啊。说了嘛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啊。哎，哎呦，好嘞！聪聪姐姐，妈妈，我们今天坐了警车，警察叔叔带我们来的。妈妈，我们今天迷路了，但是吃上了泡芙。这么高兴啊！爸爸没陪你们去试课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有，张辉带着孩子去试课的路上迷路了，孩子们又吵着想要吃泡芙，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们去了虹桥那边的一个商场买泡芙。至于他有没有想从高铁站逃跑的想法，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还需要再调查一下。明白明白，哈，那就是虚惊一场哈。哎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们应该做的。谢谢了，谢谢了啊。我给你写，哎，你这就拿下来了啊！聪聪，琪琪，来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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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不好。啊，错了，爸爸不应该把你们单独放在家里面，再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你好好休息，我给你放2天假啊。两个小坏蛋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，干妈。拜拜。来，赶紧进来了，洗手洗澡了，妈妈给你洗澡，走，走走走。来，妈妈去给你们洗梨吃。妈妈说完，就抱起弟弟朝屋里走去。妈妈把洗好的梨放在盘子里，让孩子们自己挑选。哥哥们很谦让，让孔融和最小的弟弟选。睡了。我今天在这儿陪孩子。晚安。孩子们都睡了。你下午去哪儿了？中午的时候，杨老师帮
帮我约了博士后的陆老师吃饭，陆老师还喝2杯，我就陪他们喝了2杯，喝醉了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为什么你最近突然就会找不到你呢？我也不想。当时我不是指望着陆老师进流动站的，我又不能驳了他的面，那我就这酒量你也知道。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一声呢？给我打个电话，说你要去吃饭了，你要去喝酒了，我今天又没事儿，你就这样把孩子扔给张姐，让她带出去啊？我想跟你说的，但是你不是好久没回昆山了吗？我叫你回来，你爸肯定不乐意啊。那咱以前也不是没有把孩子往外给张姐带一下，我也没想到出那么大的事儿。不一样啊。对不起。直接参与快卖了。不知道，警察还在调查，调查完了会通知我。小倩，孩子虽然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出了这种事儿，我心里边也不好过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要是不出门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事儿。对不起。哎呀，你这又这。你又折腾啥呢？啊，不睡了？哎呀，你这向前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吧，他告诉我没事儿了。那你明天就去上海看看。快关灯吧。就是不放心。哎。好难吃啊！怎么了？我以为那边是酱油呢，没事，你先别吃了，我再去煎2个。别煎，来不及了，吃别的吧。粥马上好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姐姐的牛奶洒了。我来。呀！蹭的牛，哎呀，妈妈蹭的牛奶也洒了。呀，你们俩真的是。不是傻了啊，是洒了。我看到了。傻了，洒。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这个，哎呀，你傻了，赶紧吃饭。干嘛呢这俩？别说话。闹腾呢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今天约好了跟他们去逛街，结果看错表了，早出了1个小时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小张呢？辞了，家里有事儿，昨天刚辞了。辞了那怎么行啊？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，我不去了，我帮你吧。啊不，你去吧，你跟他们说你晚点去，你帮我把孩子送。那没有保姆怎么行啊？呀，我们就马上就会找一个中介。真不用啊？不用，你帮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一会儿。我一会儿把他们送去是吧？行，那你把该带的什么东西给装好了。啊，我放书包啊，快吃啊，快吃。爸爸，你吃点吧。你怎么了？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
没精打采的啊！哎，没胃口是不是？多多少少吃点吧。哎，大白，他是来跟你道别的。我前几天来换猫粮，我也没看见他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猫一般能感受到自己的死亡，它知道自己没几天了，专门回来见你一面，然后再找个没人的角落离开。你也别太难过，你对它这么好，它也一定会记得的。你下次喂猫可以直接用我那个碗，这样也省事也环保。我到了。你住这儿？对，这我家后院。这么巧，我就住在你家正对面的2楼。哦，是挺巧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再见。警察怎么说呀？警察昨天找到他们的时候呢，确实是2个孩子说要吃泡芙，张慧带着他们买泡芙，然后再回去找试课的那个地方就迷路了，找不到了。但是，警察也查到，张慧她老公欠了很多外债。你说他动没动这个心？不好说啊，他现在怎么会承认呢？这个人肯定是不能再用了。嗯，对，不能用。唉，什么事儿？哎，那这事儿跟你爸妈说吗？这现在本来就是虚惊一场，就别说了吧。主要这事儿你也瞒不住啊。妈刚刚过来看，这乱糟糟的，然后过2天还没阿姨过来，孩子再说漏了嘴怎么办？怎么找阿姨？我现在看谁我都觉得像乖孩子。嗯。哎，前2天我小姨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说她最近闲着没事儿，如果我们有需要，她也能过来帮帮忙什么的。我是觉得小姨她反正是自己人，对吧？她总比外面的人强点吧。那肯定。但是，她是你小姨，又到咱们家来当保姆，合适吗？我问她，她反正自己说是没什么事儿，主要看你。你怎么讲？我也没什么想法，反正我也不坚持，你定呗。我想想啊，想想。哎，这死猫算什么垃圾呀？这应该不算厨余垃圾吧？可回收也不算。那就算其他垃圾吧。那能怎么办？臭死了！哎呦，有害垃圾！哎呦，这怎么办呀？交给我吧。小伙子，谢谢你了。好，咱们走。太可怜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找个宠物殡葬吧。
他跟我们道过别，我们也应该善待他。行，扶一下。我怕带着猫的尸体搬网约车会不太舒服。对。你有车吗？我有，但不太会开。我可以开。这条路一直走就行。嗯。之前在小区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来给我表哥看房子，顺便照看他家里几只猫。养了几只猫啊？3只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车里空气不太好。哦，是我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前夫的车，他这个人不太讲究个人卫生，就车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也很少坐。我有些洁癖，不好意思。你就将就一下，用纸垫一下吧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离婚了？嗯，还在冷静期呢。我刚分手。我叫王一希。我叫向周。走吧。你以前养过宠物吗？没有。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鹿犬，不过有先天的心脏病，有一次发作没缓过来。后来在上海，我和我女朋友养过一只猫，跟我前女友一块养的。分手之后，她把猫留给了我。后来得了猫传腹，也没救过来。这个，你确实不太适合养宠物。它也是像刚才那只猫一样被葬在这个小树林里吗？我带着他的骨灰旅游去了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最后留在了海南。为什么留在海南啊？前女友的意思。上个月他回东北结婚去了。那你也是东北人吗？我长春的。哎，我在长春上的大学。这么巧。不过，我一直想离开那个地方，冬天真的太冷了。我一直想离开这儿。可我们最后在这碰见了。
只喜欢简单，时间都向周啊，可以辗转，怎么了？那去去来来，又多了一段时间，在平凡的时候与你分开，忘记了某些时间，时间誓言，难解的誓愿，辗转都流离变迁，所有牵挂还没回答，等你回话。谁和谁都不说怕讨反而平淡，陪着一次次伤感，避免了一些一段麻烦。谁还能和谁挽回放在心里的平凡，哪怕安慰了一点点碎的心，碎了谁的愿。哇，哇，我哥对你可真好。到了吗？快了。放轻松。怎么感觉要下雨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早上出来的时候，湿度已经80%了，还有大面积积云。你不会是电视台的气象播报员吧？我不是。其实我还挺喜欢下雨的，尤其是春天，不紧不慢，特别解压。我有时候睡不着，就从网上下载一段下雨的声音，很快我就能安静下来。这年纪轻轻的晚上也失眠啊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起来像是情绪很稳定的人。再稳定也有焦虑的时候吧。肯定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跟我手下人说一下啊。好嘞，拜。江太太。哦，嗨。你好。哇，这真漂亮。谢谢啊。他们在里面，我等会儿还接个朋友，要不你先进去？好好，没事，我进去。嗯。是吗？弹的还真不错呢。对啊，你好了，经常过来。对，哎，你看这耳环还挺好看的。是吧？您选的这个地方和您的气质太 match 了，谢谢。薇薇姐，生日快乐啊！这是给您准备的礼物。谢谢。啊，薇薇姐，
Lucky。哎呀，薇薇姐，你可真是的，我们几个专门去生活那些什么，着急要回来，你知道我劝不住他。哎呀，你从英国回来怎么不找我呀？我又去做那个项目了，就爱吃那口酸虾，快点先给我弄。几天不吃就闹心。我先去接个电话，回头我们再联系啊。明天的造型包在我身上，绝对不会出差池，好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明天见。好嘞，好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江太太Lawrence， 不知道方不方便向你咨询个问题？您客气，您说。就是我今天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太对呀？你是真的不明白吗？因为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，所以我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会不会犯什么忌讳。如果我今天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，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？江太太，你不觉得你今天有点太针对薇薇姐了吗？总有一些会失去，再也想不起。断断续续的消息，然后忘记。谁还能面对生活给你的勇气？是低头或昂着手，都要在一起。他依稀也风清凉，不带走一丝悲伤。那些夜晚归白月光，也会有人思量。他一路星辰大海，穿越过草上，一段熟悉，一段陌生，都是萍水相逢。在午夜流光中追问过平常，我也是两手空空，怎样过幸福？那夜的星星一盏灯，两个人守望，过一段爱已从生，只为能四目相送。在午夜流光中追问过平常，我已是两手空空，怎样过幸福？那夜的星星一盏灯，